走到湖边，如果无聊的话，常常会捡起一块石头打水漂。而这样一个小小的游戏，每年还会举行正式的比赛，不是比谁的石头跳的次数多，就是比谁的石头跳得远。目前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打水漂最多可以弹跳88次，最远可以飞121米。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为什么高手可以创造纪录，而我们使出浑身解数才只有几跳呢？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要先明白一件事情：石头为什么能飘起来？当我们扔出石头后，它会以一定的速度飞向水面，在与水面接触时，一部分液体会获得与石头相同的速度。根据伯努利原理可得，流速大的地方压强小，也就是说，在下方静止不动的流体和上方被带动的流体之间产生了压强差。当向上的压力足够大时，石头就能克服自身重力，产生一个向上的速度，出现所谓的水漂。但是仅仅飘起来还不够，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让石头在水面上持续弹跳呢？这就涉及到了4个核心要素：形状、速度、角度和稳定性。形状毫无疑问指的是挑选一块合适的石头。经验告诉我们，越扁平的石头越好用，就像冲浪板一样，只有与水面的接触面积够大，才能够充分接受来自水面的托力。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想要水漂打得好，速度自然不可少。当石头的初速度超过2.5米每秒时，弹跳才会发生，而每一次的碰撞又必然会损失能量。所以手劲越大，石头飞行的速度越快，能够弹跳的次数也就越多。当然，打水漂不只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很多人在打水漂时会弯腰调整姿势，让石头倾斜着进入水面。和冲浪板微微翘起的前端相似，打水漂也需要一个20度的梦幻夹角。因为一旦弓角过小，竖直方向上的分力就会不够，难以起跳。而弓角如果太大，水平方向上的阻力又难以抵抗，失速严重。最后还有一个技术要点，让石头旋转着飞起来。我们可以联想高速旋转的陀螺，只有给石头一个较大的角动量，才能让它在跳跃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综上所述，在湖边找一块扁平的石头，控制好角度，用尽力气将其旋转着甩出，应该能打出个漂亮的水漂。那跳出游戏视角，还有哪些地方会用到打水漂呢？2战时期，英国航空工程师巴恩斯·沃利斯发明了一种圆筒形的炸弹，它可以弹跳着越过鱼雷网，命中水坝。除此之外，在大气层也能实现打水漂。当航天器以极高的速度返回地球时，会出现2个副作用：一、空气摩擦产生的高温导致飞船损坏；二、减速太快产生的极大过载使宇航员和电子设备吃不消。这时，如果让航天器跳跃式载入返回，就能在减速的同时降低温度。我国的嫦娥5号便是采用这种方法返回地球。不知道大家在上飞机前有没有听到过发动机里传来的一阵阵叮铃铃的声响？其实这是风扇叶片在转动时发出的声音。不仅如此，用手掰一掰，叶片还能够轻微的晃动，这就有些反直觉了。按理来说，发动机风扇叶片如此重要的东西，不应该牢牢地被连接在转轴上吗？为什么会松动呢？首先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认知，风扇并不是锁死在发动机上的，而是将叶片一个个地卡在转盘上。这多少有点像我国古建筑中的榫卯结构。不仅如此，它还没有卡死，而是在榫头和榫槽之间留有间隙。当风扇转动起来时，二者相互碰撞，就会发出一阵叮铃铃的声响。可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仔细观察这个榫卯结构，是不是有点像一棵倒立的葱树？所以人们也将其称为葱树型叶根和葱树型叶根槽。在发动机开始转动后，随着转速的增加，离心力也越来越大，叶片就会呈现出向外甩的趋势。但好在叶根只能在根槽里来回移动，只是每一个叶片的移动距离不尽相同。我们假设在某一刻 A 叶片被划了一下，损失了一部分的质量，那么 A 受到的离心力要小于其他叶片受到的离心力，风扇的重心也就会偏离几何中心，震动也在所难免。
而机械结构最害怕的就是震动，长时间的震动会导致叶片的裂纹和掉块。那么有没有什么缓解的办法呢？使用葱树形榫卯结构便是其中之一，它让叶片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离心力小了就少滑动一点，离心力大了就多滑动一点，如此一来和谐互补，风扇的重心也就始终接近几何中心。而除了减震，鸟撞也是发动机在空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它不仅会使叶片发生剧烈的震动，掉落的碎片还会随着气流进入发动机的内部，打坏造价昂贵的涡轮盘叶片和高压压气机叶片。所以要想办法提高发动机叶片的强度。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人们在叶根距叶尖2/3处做了一个向两侧凸起的凸尖，它在增加叶片强度的同时，也减少了震动的发生。但是凸尖也有明显的缺点，不仅加工难度大，还会降低气流的工作效率，增加油耗。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无凸尖宽弦叶片。后来人们不断改进，又有了三明治结构叶片和沿用至今的横架结构叶片。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发动机作为飞机的心脏，叶片作为发动机上最为娇贵的一部分，人们在竭尽所能地保护它。可是有些人却因为迷信反其道而行之。2021年4月16号晚上，有旅客在登机时出于祈福的目的，向飞机投掷了6枚硬币，迫使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对发动机进行全面排查。可不要小看1枚硬币，它和鸟类一样，也会引发一场无妄之灾。麦克斯韦妖是什么？倒一杯热水放在桌子上，等想起来要喝时，它已经凉了。晚上窝在沙发里泡个脚，一局游戏还没打完，盆子里的水已经不热了。面对以上场景，纵使心中100个不情愿，但无奈热力学第2定律告诉我们，热量不能自发地从低温物体转移到高温物体。不过在100多年前，可不是人人都信服这条定律的。1867年，著名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麦克斯韦妖。假设有一个绝热容器，里面分布着自由移动的分子，忽然出现一道隔板，将容器分为了2个相等的空间。所幸隔板上有一道门，只是在门的上方蹲着一个守门妖，他只遵守一条命令，将速度低的分子移动到左边的房间，将速度高的分子移动到右边的房间。如此一来，移动缓慢的分子只能和活动剧烈的分子隔板相望，整个容器也就分为了温度低的一侧和温度高的一侧。又因为麦克斯韦设想的精灵非常小，门也非常轻，所以做工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矛盾就来了，麦克斯韦妖居然在不做功的情况下实现了热量的逆向流动，难道说热力学第2定律要被推翻了？历史告诉我们，当然不可能。那么这个设想的 bug 出现在哪里呢？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小妖精不可能凭空确认分子的运动快慢，它需要一个观察和发现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消耗能量的。后来人们又用信息熵来进一步解释，即当妖怪在处理粒子信息时会产生熵增，这远远超过了粒子被分房时出现的熵减。所以说，整个麦克斯韦妖装置并不违反热力学第2定律。不过今天还要介绍一种神奇的器械——涡流管。它不需要输入能量，就可以将注入的气体自动分为冷气和热气，因此也被称作麦克斯韦妖管。当压缩气体进入涡流管后，气流会在管道内部高速旋转，并分离成2部分，其中热空气会在外圈流动，冷空气会在内圈流动。由于热气管的末端中央有物体阻挡，所以在这里只有热气喷出，而中间的冷空气则会被反弹到另一侧喷出。实验表明，输入的气体压强越大，喷出的热风和冷风温差也就越大。虽然这个结构看似简单，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能够明确解释它的工作原理。不过这也不影响人们将其投入使用。涡流管常被应用于具备压缩空气的场合，例如给切割机降降温、烘焙一下食品厂的饼干等等。前几天刚刚 get 到一个冷知识，美国人竟然不用热水壶。
他们很少喝热水，我可以理解。但是想吃个泡面、泡杯热茶该怎么办呢？方法相当的简单粗暴，直接把水放进微波炉里加热就好了。这波操作不仅让爱喝热水的我们倍感震惊，澳大利亚、英国等使用热水壶的国家也纷纷表示不能理解。虽然用微波炉烧水看似方便又高效，但是它很容易引发一种危险的情况——报废。那么问题来了，在常压下超过100摄氏度的水为什么不会沸腾，而向里面投入杂质，它却能瞬间爆炸呢？在烧水时，随着液体温度的不断升高，饱和蒸汽压会不断的增大。一旦液体的饱和蒸汽压等于外界大气压，水就会沸腾。这时溶解在水里的小气泡便起到了气化合的作用。反之，如果被加热的液体中缺少气泡，在加热的过程中又没有气泡进入，那么即使水的温度达到了沸点，也不会沸腾。这时的液体就被称为过热水。除此之外，气泡内部的饱和蒸汽压还需要抵抗外界大气压、水压以及表面张力附加压的作用。从表面张力附加压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到，气泡的半径越小，这个附加压就越大。假设气泡的半径为1微米，计算可得，它最终受到的外压总和接近2.4乘以10的5次方帕，这明显大于标准大气压。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小气泡想象成一个个迷你的高压锅，而想要让水沸腾，温度自然要超过100摄氏度。如果我们使用微波炉烧水，由于水很纯净，杯子壁又比水壶壁光滑，气泡很难产生。再加上水一直保持静态，不会发生对流，空气又无法进入，就很容易出现过热水的情况。这时，一旦你晃动一下杯子，或者往里面加入咖啡粉、茶叶等杂质，液体就会出现比沸腾还要剧烈的报废现象。所以，并不建议大家使用微波炉烧水。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报废呢？在化学实验中，我们会往试管里放一些废石，这种多孔结构可以藏匿空气，为液体的沸腾提供气化合。其实与过热水相似的现象还有许多，你还知道哪些因为缺少核而一直处于亚稳定状态的过饱和溶液呢？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曾说过一句话：牙疼的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人快乐，那就是牙不疼的人。你属于哪种人呢？我本来以为自己属于后者，结果前段时间经朋友提醒才发现，自己的大牙牙沟里竟然出现了黑线。震惊的同时，我也好奇这些黑线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又有哪些危害呢？其实黑线并不是牙没刷干净、色素沉着导致的，而是一种口腔疾病的征兆——蛀牙。在我们温暖又潮湿的口腔中生长着700多种细菌，在进食后，唾液中的营养物质会附着在牙齿表面，形成一层获得性薄膜。它会在短时间里迅速增厚，就像是一块肥沃的土壤，吸引着众多细菌前来定居，也就形成了所谓的牙菌斑。在这个社区中，大多数细菌都和谐相处，各取所需，而占比最大的变形链球菌却没有那么友善。它具有极强的产酸性，可以把口腔中的糖类转化为乳酸，让局部的 pH 值迅速降低到5.5以下。同时，它的耐酸性又极强，可以附着在你的牙齿上不断的产酸。这时，如果缺少唾液的缓冲，坚固的牙釉质就会受到腐蚀脱落，形成小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小坑会越来越深。当它穿过牙本质，抵达牙髓，你就能深刻理解萧伯纳的感受了。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蛀牙之所以会产生，离不开环境、细菌、宿主和时间这4大要素。那么，你有没有好奇一个问题？动物的口腔也满足以上条件，它们会得蛀牙吗？《论语》有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物越精细，里面含有的游离糖就越多。它包括葡萄糖、果糖等单糖，也包括蔗糖、砂糖等双糖，甚至连纯天然的蜂蜜和果汁也被列入其中。世界卫生组织在研究后表明，当游离糖的摄入量超过总能量的10%时，就容易产生蛀牙。只是动物远远没有人类吃的精致，不是大鱼大肉，便是嫩叶鲜果。游离糖的含量少了，牙菌斑自然也就难以形成。
再加上食物中的纤维成分较多，牙菌斑还会随着牙齿的摩擦脱落。而除了食物的差异，动物牙齿的解剖结构也与人类大相径庭。有的牙齿可以再生，有的牙齿不止一排，有的舌头自带清洁功能，有的牙齿呈锯齿状，食物不宜残留等等。这些都决定了动物的蛀牙发病率要远远低于人类。但是发病率低不代表不会长蛀牙，人们便利用这一特点建造了龋齿动物模型，将变形链球菌接种在大鼠的牙齿表面，一边给它喂养高糖度的食物，一边抑制它的唾液分泌。在短短50天后，大鼠就开始出现龋坏。你说要是动物也会刷牙该多好。从白墙到白布，从白布到屏幕，再到现在的巨幕、穹幕等等，为了给观众带来最好的视听体验，电影设备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当中。可是破坏电影荧幕的事件却时有发生。2020年10月，海口的一位小朋友用脚踢打幕布20多次，使其出现了扭曲性损坏，无法修复。所幸这只是一块小屏幕，最终家长赔付了1万元了事。而今年的5·1节假日期间，东莞的一家影城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一位小男孩在电影结束后对着荧幕一通拳打脚踢，网上更是出现了家长赔偿了18万元，踢了5脚，一脚3万6的说法。抛开对熊孩子的无语和气愤，相信很多人也好奇，电影院的银幕为什么这么贵，又这么脆弱呢？和随意拉扯的白布不同，想要实现良好的观影体验，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视觉效果，这里要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增益。它原本的定义是指放大的倍数。举个例子，在浇水时，如果减小水管口的直径，那么在出水量恒定的情况下，流出的水会更加集中，喷洒的距离也更远。类比到投影当中，就是说高增益的屏幕可以使画面的亮度更为集中，成像效果更好，但是画幅大小会受到影响，因此增益也不是越大越好，还要考虑投影的距离和观看的视角。目前大多数影院都会选择增益1.4到1.8的屏幕。看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声音传播，这当中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透音孔。影院通常会在屏幕的后面放置左、中、右3个音箱，当声音从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孔中传出来时，就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只是要在一块超大的幕布上打出均匀排列、大小一致的小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稍有不慎，整张幕布就会报废。最后就是材料的选择了，一般的软木由聚乙烯材料制成，它的表面还会敷上一层薄薄的碳酸镁，以提升视觉效果。除此之外，还有玻纤木、白素木、波珠木和金属木等等。一般来说，影院使用的巨幕都是金属木，它并不像名字那般坚硬无比，而是和软木相似，只不过最外层覆盖着由金属分子组成的蜂窝阵列，轻轻触碰就可能脱落。那么一旦屏幕损坏，能不能只修复这一小部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电影幕布对于平整度的要求极高，如果将损坏的地方重新填补，很难保证涂层的均匀分布，所以只能重新购买。而影院的损失可不仅仅是一块屏幕，例如2018年1月28号，天津一家影院的 IMAX 银幕被划烂，这块幕布本身的价值就高达40万，而从加拿大运输过来，船运需要40万左右，空运价格约60万，再加上人工费和影厅停业营业期间损失的费用，最少也得100万了。前几天看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用机器把2块光滑的铁固定在一起，时间长了，它们会不会变成一块铁呢？在地球上大概是见不到这个景象了，因为铁会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一层氧化物薄膜，它就像栅栏一般横在中间，完全不给两侧原子接触的机会。不过别灰心，到了太空情况就不一样了，2块铁在接触后真的会相互粘合，就好像焊接在一起一样，因此人们将这个现象称作冷焊。究其原理，物理学家费曼曾做过一个有趣的比喻，
在真空中，处在接触面两边的金属原子之间没有任何物质将它们隔开，所以这些金属原子无法知道它们其实是属于两块独立的金属的。当接触区有其他原子，比如氧气或者其他复杂成分的杂质层，原子就会意识到它们来自不同的部分。由此可见，只要满足超高真空、相同的金属材料以及一定的压力这3个条件，就能轻松地实现金属的融合。只是这对航天器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儿。1989年10月18号 ，NASA 发射了一颗名为伽利略号的木星探测器，在它的上方有一个像雨伞一样的主天线。因为航程的前半段，探测器距离太阳比较近，设计师担心主天线在照射下受到破坏，所以将它合了起来。按照计划，当伽利略号距离太阳较远时，也就是1991年4月，主天线就可以打开了。只是当地面控制中心发出指令后，探测器却迟迟没有反应，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科学家们利用伽利略号传回的数据，在地球上制造了一台一模一样的复制品进行试验，最终确定，在探测器发射升空前，因为经历过数次运输和测试，主天线骨架上的润滑物和氧化层已经被磨掉，所以在进入太空后，有3根骨架和其他金属部件发生了冷焊的作用。后来科学家们想尽办法，也没能将主天线打开，只能勉强使用备用的低增益天线。现在我们将思绪从太空拉回地球，说一说工厂里使用的冷焊机，它和前面提到的冷焊有关系吗？虽然名字一致，但原理却并不相同。冷焊机指的不是在寒冷的工作环境中实现焊接，而是说焊接后残留在工件上的温度较低，不会导致板件的应力发生改变。它会以10的-3次方到10的-1次方秒为周期，在10的-6次方到10的-5次方秒的超短时间内放电。当电极材料与工件接触时，瞬间温度可以达到8000度到10000度。这时，等离子化状态的熔金属便会通过冶金的方式过渡到工件表面。又因为放电时间间隔时间较长，热量可以扩散到外界，所以加工部件的温度不会太高。记得我小时候问过我妈一个问题，为什么自行车的轮子不能是方形的？她告诉我，只有圆车轮才能平稳前进，方车轮骑起来一顿一顿的，多难受啊！现在想来，那时的思维确实局限了，因为没人规定道路一定得是平直的，只要找到一条合适的路，方形车轮也可以稳步前行。而这条弯曲的路，就是今天要讲的悬链线。悬链线顾名思义，指的是两端固定的一条均匀柔软的绳索、链条等，在重力的作用下具有的曲线形状。它在自然界中很常见，例如铁塔之间悬垂的电线、路边障碍物中悬挂的铁链、脖子上佩戴的项链等等。让我们把时间溯回到15世纪末，当时达芬奇正在绘制一幅肖像画，画中的女士怀抱着一只银鼠，目光柔和地望向远方。在她的颈间就佩戴着一条长长的项链。熟悉蒙娜丽莎的人一定知道，达芬奇在绘画时会通过精确的数学计算来确定人物的比例结构和画面的构图问题。所以在创作这幅抱银鼠的女子时，他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固定项链的两端使其在重力的作用下自然下垂，那么项链所形成的曲线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经提出，便引发了较大的争议。1638年，伽利略在其撰写的《2个新科学》中猜测它是一条抛物线。1646年，惠更斯用物理的方法证明了它不是一条抛物线。1690年，雅各布·伯努利重新将这一题目公之于众。最终，约翰·伯努利、莱布尼茨以及晚年的惠更斯3人几乎同时得到了悬链线的数学表达式双曲余弦函数。借此事件，弟弟约翰还公开嘲笑了哥哥雅各布，说自己仅仅牺牲了1晚就找到了答案，而哥哥却与这道题搏斗了整整1年。自此，伯努利家族的宫斗大戏也拉开了帷幕。不过话说回来，研究悬链线到底有什么用呢？绳索铁链之所以选择保持这种形态，是因为它足够稳定。英国科学家罗伯特·胡克在研究圣保罗教堂的拱顶外形时发现，最佳的拱形曲线就是把自由悬挂给反过来。所以悬链线广泛应用于建筑领域。
例如教堂的悬链拱、美国圣路易斯市的大拱门、布达佩斯火车站的拱顶等等。我国古人更是在桥梁建设中早早的就运用了悬链线，例如浙江绍兴的银仙桥，在明朝万历《新昌县志》中就有记载。虽然在那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是一种数学曲线，但也凭借着经验和智慧，建造了一座保留至今的悬链线拱石桥。说起隐形飞机，相信很多人都被前2个字带偏过，甚至会发出为什么我能看到隐形飞机的疑问。其实这里所说的隐形并不是指肉眼看不到，而是指雷达无法侦察到飞机的存在。那么问题来了，隐形飞机要怎样做才能不被雷达发现呢？我们都知道，蝙蝠在夜间觅食时会发射超声脉冲，当声波遇到物体后反射回来，蝙蝠就能从回声中听辨物体的形状和距离。同理，雷达发射的电磁波在遇到飞机后也会反射回来，在分析处理后就可以确定目标的位置、性质、运动速度等信息。所以不想让雷达发现，就得让电磁波有去无回。第一步，改变飞机的形状。隐形飞机的外形与普通飞机差别巨大，有的是多面体形状，有的机身是弯曲的，有的座舱盖是扁平的，有的甚至没有机身和尾翼。这些奇奇怪怪的外形组合，主要是为了消除角反射器效应。例如，普通飞机的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夹角接近90度，入射的雷达就会在这2个表面上接连发生反射，最后按照和入射波平行的方向返回雷达接收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隐形飞机通常会使用凹面来减少垂直面的面积，还会将单垂直尾翼改为内炉式双垂直尾翼，将发动机的进气道改为 S 型或者 Z 字形等等。身形已经改造完毕，接下来就该考虑穿什么衣服了，即在飞机的表面涂抹锡箔材料。2011年12月，美国的一架高空隐形无人侦察机被伊朗军队击落。人们在研究后发现，它表面的锡箔材料是用金属粉末和胶质原料混合制成的。除此之外，还有铁氧体锡箔材料、陶瓷锡箔材料、导电高分子锡箔材料、纳米锡箔材料等等。下面以 B2 隐身轰炸机为例，看看它优越的隐身性能到底体现在哪儿。首先，外表光滑圆顺，没有褶皱，也就不容易反射雷达波。前面的驾驶舱呈圆弧状，电磁波会绕着舱体爬行，而不会反射回去。舱罩玻璃中混入了金属粉末，使雷达波无法穿透舱体，造成反射。左右的机翼后略33度，使上下方向入射的电磁波难以反射回雷达的所在方向。且 B2 没有垂直尾翼，这大大减少了飞机整体的雷达反射面积。不仅如此，它的发动机进气口还位于机翼的上方，整个进气道呈 S 型，入射进来的电磁波在经过多次反射后会逐渐衰弱。最后 B2 的主梁和发动机机舱使用的是钛合金材料，其余部分使用的是由碳纤维和石墨等复合而成的材料。它的表面喷洒着特制的锡箔油漆，这些都减少了电磁波的反射。钱塘一望波浪连，顷刻狂澜横眼前。看似平常江水里，蕴藏能量可惊天。波涛汹涌的江海，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波浪的能量也可以利用起来呢？在苏格兰北部的奥克尼群岛，这里的海域风浪极高。1872年的一个巨浪，甚至把一块1370吨的混凝土块移动了15米之远。而这个危险的地方，在能源专家眼中，却是世界上海浪能源最强的地方之一。所以2003年，人们在奥克尼建立了全球首座海浪发电实验场。海蛇的发电实验便是在这里进行的。它由4个圆柱形的不锈钢浮筒和3个动力关节铰接而成，全长140米。在它的动力关节内部有2个液压缸，一旦海蛇随着波浪上下起伏，圆筒与关节之间便会发生相对运动，推动液压缸内的活塞做往复运动，从而驱使发电机发电。最终电力会通过一根海底电缆输送到岸上。如果遇到海浪过强，这个发电装置就真的会像海蛇一样潜入海中自由穿梭，避免受到损害。
在海蛇出现后不久，南安普敦大学的约翰·查普林教授就带来了一条体型更大、重量却更轻的巨蟒。它的全身用橡胶制成，两端密封，里面装满了水。当海浪拍打管子时，就会在它的内部形成激突波。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人体的脉搏，即心脏的跳动会以脉冲的方式传递到动脉血管，海浪的挤压也会以水脉冲的方式传递到巨蟒内部的涡轮发电机上。如此一来，便产生了巨大又稳定的电能。前几天我还刷到了一个视频，讲的也是一种波粒发电装置，它的名字叫 Waptos， 整体的形状很像一个圆规，两条8米长的腿上分别安装着10个转子。随着波浪的起伏，这些转子就会不停地点头积累能量，并将能量通过主轴传送到两腿连接处的发电站位置，从而实现机械能到电能的转换。不仅如此， Waptos 还能根据波浪的大小自动调节圆规的角度大小。例如，在风浪较小时， Waptos 可以打开120度以接收更多的能量，而遇到极端天气时， Waptos 就会收缩到13度，不仅保证了能量不流失，还保护了自身的安全。除了以上的3种装置，人们利用波浪能发电的方式还有许多，只是想要实现商业推广，海浪发电还存在着诸多的障碍。例如，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中，发电装置能够坚持多久？波浪的形成周期并不稳定，发电是否能保持稳定的输出？想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成本又该如何控制等等。